你前几天用外送叫的那家餐厅，有没有可能其实根本不存在？没有店面，没有招牌，你永远不会走进去。它只是巷子里一个厨房，而且同一个厨房可能同时挂着10个不同品牌的名字。你在手机上看到的某某牛肉面、某某韩式炸鸡、某某健康餐盒，拉开后台一看，是同一批人在同一个灶台前煮出来的。这种看不见的厨房有个很贴切的名字，叫幽灵厨房。它正在悄悄改写我们每天怎么吃一顿饭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、聊时事、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把名词讲清楚，幽灵厨房也有人叫它云端厨房，共同点只有一个，它没有店内座位，没有店面，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接外送单。你在外送平台上点餐，他出餐，外送员取走，结束。你跟这家餐厅之间永远不会见面。它为什么会出现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成本。一家传统餐厅最大的一笔固定开销，常常是那个店面，地段好的租金、装潢、内用的服务生、洗碗的人手，这些都是每天一开门就在烧的钱。但如果你的客人全部来自手机，餐点全部被外送走，那你要那个漂亮的店面，那些桌椅干嘛？于是有人把这件事想到极致，找一个租金便宜的巷子或工业区的角落，隔成一格一格的厨房，只留灶台和出餐口，省下的店面成本就是它的竞争力。更进一步就是一指多品牌，同一个厨房，同一批厨师，可以同时在平台上开好几个品牌。早上是美式汉堡，中午是韩式炸鸡，晚上是养生餐盒。对外看起来是3家不同的店，对内是同一条生产线。对经营者来说，这是一笔精算过的账，省下的租金和人力可以拿去多开一个品牌，多铺一波广告。哪个品牌在平台上卖得好，就加码哪个，卖不动的隔天默默下架就好。开一家店的力气，现在可以同时试好几个生意，这种弹性是传统餐厅给不了的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，会发现幽灵厨房真正在做的事，不是开餐厅，而是把餐厅拆解成一条生产线。传统餐厅是地点、体验、餐点绑在一起卖，幽灵厨房把体验跟地点整个拿掉，只留下最核心的生产餐点，然后想办法让这条生产线尽可能的不停运转，榨出最高的效率。这套逻辑其实跟工厂一模一样。而这门生意已经是一个全球级的产业，全世界最大的云端厨房公司，它的创办人正是当年创办 Uber 的那个人。这家公司在全球30个国家有超过5000个厨房，专门把闲置的房地产改造成一格一格出租的厨房。在印度也有公司，单单靠共享厨房就同时经营了超过40个餐饮品牌。他们给自己的定位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餐饮界的生产平台。这里顺带带一个名词，叫分身品牌。一个实体厨房在网络上长出好几张不同的脸、不同的招牌，而背后其实是同一组人马。有市场预估，到2031年，全球云端厨房的市场规模会上看1100多亿美元。看出来了吗？这背后串起来的是好几个产业，是外送平台的流量，是闲置房地产的再利用，是把大量外送员变成随时待命的零工。幽灵厨房只是这整套平台经济拼图里最靠近你餐桌的那一块。而在台湾，这套模式也长得很快，因为它刚好搭上了外送这几年的爆发。Uber Eats 和熊猫2大平台，几乎养出了一整代只点外送不出门的消费习惯。当越来越多的一餐是透过一块画面，由一个外送员送到你手上，那店面这件事对某些生意来说，就真的变得可有可无了。也因为外送流量这么关键，2大平台的一举一动都牵动整个产业。前阵子 Uber Eats 想买下熊猫，最后因为公平会担心市场变成一家独大而喊停，宁可付出一笔高额的分手费。你就知道这条通往你餐桌的最后一里路有多值钱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没有店面又怎样？好吃方便不就好了？麻烦的是，当一家店变得看不见，有些东西也跟着变得模糊。第一，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吃谁做的。一指多品牌之下，表面上你在3家不同的店之间挑，实际上可能是同一个厨房，同一锅油。你给 A 品牌的那则好评，间接也在帮背后的 B、C 品牌一起冲排名。
第二是食安的稽查变难，一个地址10个品牌只在网络上存在，对稽查来说，你要查的到底是哪一家？看不见的厨房天生就比看得见的店更难被盯着。第三是对传统餐厅的冲击，一家有店面、有内用、老老实实付高租金的店，要在同一个外送平台上跟一个把成本压到极致，还一次挂10个品牌洗版面的对手竞争，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太公平。再加上外送平台本身高达30%上下的抽成，最后你会发现，那份看起来很方便的餐，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把成本、风险还有你不知道的事重新分配过一轮的结构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当一家餐厅不再需要店面，不再需要招牌，甚至不需要一个真实存在的名字，只需要一个灶台和一个外送平台上的 yes。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下一次打开外送平台，面对那几十个看起来各有特色的品牌，你点的到底是一家店，还是一条生产线？而这样的方便，你愿意用什么去换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